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10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在这个圣经鸟瞰这一讲，我们就进入历代志的总结和鸟瞰。旧约圣经中12本的历史书中，头3卷是一组，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最后3卷呢也是一组，就是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记。那么在这6卷书中间3对的书，一对就是撒母耳记上下，一对就是列王记上下，最后这一对呢就是历代志上下。那历代志上下不太容易读，主要2个原因。第一呢，历代志一开头给我们9章的篇幅都是家谱人名，大家读起来觉得枯燥。那么第二方面呢，觉得历代志的很多的历史的部分呢，跟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有重复重叠。那其实呢，关于这2方面呢，我要指出来。第一个，圣经里面列出那么多的人名，列出那样的家谱，每一个人名列上去都是有它的意义的。有些名字你要晓得，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人类历史上可能有上亿的数亿的人出生过，生在地上死过，但是只有这些名字被记载在神圣的话语的里面。试想你的名字如果记在圣经里，那将是个什么情形？那就说明你的名字是被纪念的，神在你的身上做工过，也在你的历史中行动过，可能是积极的，可能是消极的，无论如何，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当然你我的名字都不可能在圣经上，但是呢，你我的名字可能都在另外一本书，就叫做生命册。圣经讲到有一个神圣的名册，其上就是记录那些有份以神所预备之福的人。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生命册，你我的名字可能都在生命册上。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蒙神赐福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蒙神纪念的。所以不要小看在这个家谱中每一个的人名，在每一个人名背后都有神的手在其中，都有神圣的主宰和神圣的赐福、神圣的行动在其中的。这是关于前面的家谱的部分。那么关于后面历史的部分呢，这个其实呢，虽然历代志的所记述的历史跟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有这个重叠的部分，其实也有很多补充的部分。比如说在以色列全国的历史在这个特别是在大卫的历史中，历代志就有许多补充的部分是在列王记里面没有的。然后呢，在后面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分成南国北国，那么列王记记载呢，既记载北国以色列，又记载南国犹大，是交叉重叠的记载的。但是在历代志全然没有记载任何北国以色列的事，只记载了南国犹大国的事，而且有很多的细节是在列王记中没有的。所以历代志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历代志到底讲什么呢？从历代志的目录我们就晓得，历代志主要是3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呢，就是从亚当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家谱，这就是前面9章。第二部分呢，是治理全以色列之诸王的历史，包括扫罗的结局、大卫王的历史和所罗门王的历史。最后第3部分呢，这个犹大诸王的历史，就是以色列国分裂之后这个南国犹大国这个的历史。所以呢，历代志的主要内容是3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就是人类的历史，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家谱。第二部分是神选民的历史，是从亚伯拉罕到扫罗家的家谱。第3部分呢，是从以色列国的历史，从扫罗作王起到他们被掳归回为止的历史。所以由此可见呢，历代志上下涵盖了3种历史。第一种历史就是全世界的历史，从亚当到亚伯拉罕。
第二种历史就是从亚伯拉罕到扫罗，是以色列民族未形成国之前列祖的历史。第三部分呢，是扫罗时代到他们被掳归回，是关于以色列国的历史。换句话说，这个整个历代志就是三种历史。第一部分是世界历史，第二部分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第三部分是神的国，神在地上的国，以色列国的历史。弟兄姊妹请记得，就是三种历史。第一，全世界的历史是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第二部分，神选民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扫罗王为止。第三部分是以色列成国之后，神在地上的国，以色列国的历史，就从扫罗做全国的王，大卫王、所罗门王，然后这个以色列国分裂到被掳，一直到归回的历史。整个这个历代志呢，就是这三种的历史。那么在这三种历史中，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第一，给我们看见神在人历史中行动的全部记事。这个全部记事就是可以给我们看见神在人历史中的行动，包括从亚当一直到撒母耳的家谱。那么第二呢，从这个记事呢，我们就看见神在人历史中行动的一部完整的历史。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人历史中的行动。当然从这个前面的9章的篇幅，关于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家谱，当然我们看见神在人历史中的行动，主要是在几些重要人物中的行动。比如说在亚当，在亚伯，在以诺士，在以诺，在亚伯拉罕，在以撒，在雅各，甚至在犹大一个子孙，他的历史中也有神的行动。这个记载在犹大历代志上4章10节，有一个犹大子孙特别的祷告，就是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丰富的赐福于我，扩张我的警戒，你的手常与我同在，以致保佑我不遭灾祸，不受其苦。那么神就是亚比斯所求的成就。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众人都有这样的祷告，求神扩张我们对美地享受的警戒。这实在是一个蒙神悦纳神说愿意答应的祷告，就是扩张我们对美地享受的警戒，就是对基督享受的警戒。我们都需要祷告，神啊，在得着基督和享受基督的事上扩张我的警戒。所以在这个在历代志上前面一部分，我们看见神在人历史中的行动。这个历史中的行动是神在人中间的行动，就是在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些人物中的历史中有神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都是一个预备的工作，这个预备的工作是预备神在人里面的行动，就是神成为一个人，这个神在人里面的行动，神在人里面的行动才是神真正为着完成他经纶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开始于神成为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为人生活，然后他上十字架受死，完成包罗万有救赎的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然后将他的灵分赐到所有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重生他们，变化他们，最终把他说拣选的人，把他说救赎的人变化重生，变化磨成为与他同样的神人。他是神成为人，我也要将他说拣选的人，把这些人做成神，当然是在生命和性情上做成神，不是在神格上。这就是神终极的行动，这就是神在人里面的行动。神在人里面的行动乃是神成为人，我也要将人做成神，我也要使人成为神，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所以神在人里面的行动就是他完成他经纶的行动。那么今天他仍然在这个行动的里面，他要把千千万万的他所造的人，甚至堕落的罪人，借着重生他们，借着变化他们，借着融化他们，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做成神人，就是在生命和性情上做成他的复制，将这许许多多的神人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新人，做他团体的彰显。这一个团体的新人彰显在各地，就是一地地的地方教会。这个地方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一个团体的新人就是基督的心腹。这就是神终极的行动。神终极的行动就是他自己成为神，要把他所拣选救赎的人做成神人，做成神，与他一模一样，成为他的复制，
成为它的扩大，成为它的延续，之中把这许许多多神人建造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新人。这个新人就是他的心腹，这个心腹要预备迎接他的回来。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神永远定旨、永远经纶的眼光中来读这个历代志，我们就看见前面这些神在历史中，在人类历史中的行动，在人历史中的行动都是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在人中间做预备的工作，预备道路好使他成为人，好叫人做成神，至终得着一个团体的新人，做他团体的彰显。所以在神的历史历代非常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做这个预备的工作。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他做工，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他做工，在至终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他做工，最终他自己亲自成为人，来到地上，开始他在人里面的行动。经过他在地上为人生活，十字架上的受死，他从死中复活，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至终把这个救恩遍及全人类，使得全人类中许许多多的人，他所拣选的，他所救赎的，都能够得着重生，借着福音的传扬，把这些人都做成神，也就是神人，有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把这些人调和在一起，无论是任何的民族、任何的国家。所以这样一个工作就扩大临及到以色列民族之外，包括千千万万各民族各邦国的人，都能够借着他在人里面的行动变化成为神人，是把我们这些许许多多神人都建造在一起，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新人。感谢主，我们能够有份这样神在我们人中间的行动，是何等的有福。